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辈，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出之言，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如菩萨行人善说海。这部论点当中，现在宣讲第二品。第二品里面呢，数次菩提心的前面已经宣讲了七支供。七支供当中，供养制和顶礼制啊，就前面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开始讲这个皈依制啊，皈依制。那么这个皈依制呢，无著菩萨分为宗义和论义分两个方面。首先这个宗义呢，也宣讲了抉择皈依和随皈依而行持。随皈依而行持主要讲皈依的学处。首先这个觉者的皈依，也分三个方面来了解，讲皈依的本体啊，皈依的分量，然后宣讲这个各自皈依的这个自信啊，就分三个方面来讲的。首先这个什么是皈依的本体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所谓的皈依就是为了遣除一切这个恐怖而依止皈依处啊，就这样的一个这种方法叫做是皈依。不管是大乘的皈依、小乘的皈依，或者是我们世间的皈依呢，全部有这样的一种特点。我就特别害怕这一点不能过关，因此我为了避免这样的恐怖而皈依一个比较可靠的这个对境啊，就这是所谓的皈依处啊，就是所谓的皈依的仪式。那么这个皈依呢，应该分几个方面，就是首先是皈依分为这个世间的皈依和出世间的皈依。这个出世间的皈依呢，有分为大乘的皈依和小乘的皈依啊，就是这是从这个大的方面的皈依的这个分类。那么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种自信是什么样呢？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现在所谓的世间的皈依啊，世间的皈依呢，世间的这些人们为了遣除一些这个恐怖，为了就是避免一些这个痛苦，让他自己呢，就是皈依一些世间的这个天神啊，或者是一些宿灵啊，或者是一些世间的这个人们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皈依。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呢，经常有些人就是马上要判死刑了，判死刑的时候呢，他特别的害怕，然后马上去皈依一些这个有一定的地位的、有一定的这种力量的人啊，就这也是实际上是一种这个皈依。那么有些人呢，他在偷东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别人已经这个追着他的时候，他实在没办法，就是他就躲在一个树下或者是一个房屋下面呢，这也是一种皈依。就是皈依的方法当然是不同的。当然我们在座的人来讲，就是有些害怕这个轮回的痛苦，有些呢害怕就是自私自利的心而这个皈依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啊，就是有这样的区别。所以所谓的这个世间的皈依呢，就是佛陀在这个僧传经当中也是已经讲了，就是处于这个世间恐怖的这些人呢，他们大多数的人就是有些是皈依这个就是宿命啊，就是有些是皈依这个宿命，有些呢就是皈依这个山王啊，就是一些这个，比如说别人就是对着我的时候呢，我就躲在一个山里面呢，就是这也是皈依这个山王。有些呢就是害怕一些这个世间的这种痛苦而皈依一些寺院啊、肃穆啊还有这个佛塔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佛陀告诉我们，就是并不是最殊胜、最究竟的皈依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这个皈依是并不能就是解脱大的痛苦就这是这个佛陀在佛经当中这么讲的。那么我们有些人可能这样想，我们如果皈依了寺院、皈依了佛陀、皈依了天神，那么这些为什么是不能就是解除大的痛苦呢？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要皈依寺院、皈依这个佛塔是应该很好的，有些可能会这样想的。但在这里实践的皈依呢，
主要宣讲了这个他的发心。他的发心是什么呢？他并不是为了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并不是他害怕轮回的恐怖，而是害怕就暂时的一些这个恐惧啊。比如说世界上的人们就是敌人已经这个追着他，或者是一些冤家债主呢，就开始这个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只有躲在寺院当中啊。他这里的谜语应该这样解释：比如说有些人家里吵架以后呢，实在没办法，家里没办法过生活，马上到这个在一些寺院里面就是住一段时间呢，就以前都是有我的这种看见过。因为他家里呢，就实在是没办法，就是特别的烦，就是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是到这个寺院里面。其实到寺院里的目的呢，并不是诚心就是皈依佛门，就是他就避开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家庭的一些吵杂的矛盾，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就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暂时的一个皈依。所以我们现在呢，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到底自己这个皈依的是时间的这个皈依呢，还是出时间的皈依？那么我们下面讲所谓的这个出时间的皈依呢，也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小乘的皈依就是小乘的皈依，大家都知道自己特别害怕这个轮回里面的各种煎熬痛苦，然后呢，从轮回当中就是获得解脱，在有生之年当中皈依三宝就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小乘皈依就我们有些人呢就特别不愿意，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一直住下去就一定要向这个处理。但是这个呢，一定要具足处理性。如果没有处理性的话呢，小乘的阿罗汉的果位也好，或者是独居的果位呢，就是不可能得到的就这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小乘皈依。那么所谓的这个大乘皈依呢，大家也应该清楚，就是为了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或者是看到众生是非常可怜的，为了救度这些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而且呢，自己想获得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而这个皈依三宝就是诚心诚意的皈依三宝。那么这个皈依的时间呢，乃至菩提国之间的这个皈依，就这两个呢有很大的差别。刚才按照小乘的皈依的话呢，那么这是一个有生之年当中，因为小乘按照俱舍论的观点呢，在一生当中就是愿意获得阿罗汉的果位我们这个佛陀的佛经当中呢，经常有比如说佛陀给他传讲了四谛法门以后，马上这个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尤其是佛法在国起的时候呢，获得阿罗汉果位的现象比较多的，所以呢，他这个皈依的时间呢，也是有生之年就可以了有生之年就可以了。而那个我们大乘的这个皈依呢，就是来自菩提国之间，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我获得圆满佛果的话呢，那么这个之前我是皈依三宝的就这个时间上面呢有一定的差别。然后如果是时间皈依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是没有定的。我在寺院里面多几天也可以，或者我在这个这个树林下面呢，我就多几天也可以。那这个呢，没有这个皈依的这种时间的限定我们现在有些人呢，我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但是他时间方面根本没有概念就我只是皈依三宝，我就害怕我自己的一些各种违缘这样的心态呢，实际上是也并不属于是真正的这个皈依。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一定要看着以前我们很多人呢都受过皈依戒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呢，都是受过这个皈依戒。但是当你受皈依戒的时候呢，你的发心是什么样的大家应该这样这个想一想，别人认为你皈依的是什么呢你实践的皈依，还是你大乘的皈依，还是小乘的皈依？这样问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扪心自问，可以说自己对自己观察一下，看我们受的是什么皈依的戒。你现在的这个心态就是别人问你是不是皈依了，我早就皈依了，我皈依20年，皈依10年了。那你皈依的话呢，是到大乘的皈依还是小乘的皈依？这方面呢应该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呢说是我只皈依宪宗，我不皈依密宗我只皈依密宗，不皈依宪宗。我觉得是这种话是有点问题的。为什么呢？你如果真正的皈依宪宗的话呢，那这个密宗呢已经包括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宪宗和密宗呢都包括在大乘当中，所以呢，你如果是这个宪宗呢，就是属于大乘佛法。当时你皈依大乘佛法的时候呢，那你不得不皈依这个密宗了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并不是矛盾的。你又皈依了宪宗，又皈依了密宗，只不过有些人呢
对皈依的概念根本不懂啊！我只皈依这个上师，不皈依三宝；我只皈依显宗，不皈依密宗；我只皈依密宗，不皈依显宗，等等。实践当中是有很多很多的分类，但希望我们呢，应该擦亮自己的慧眼，应该看清所谓的皈依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大多数的人呢，可能是相续当中的只有一个实践的皈依。当然，这个实践的皈依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有些呢，就是皈依这个什么神仙呐，皈依一些这个道士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牧师啊等等，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皈依方法这些呢，刚才在佛经当中所讲的一样，不能就是接触这个轮回就是不能让我们呢就是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皈依天神呢，皈依一些世间的一些有一些名神的人的话呢，那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沉溺在轮回当中，他们自己都没有让你解脱，那怎么回事？让帮助我们就是得以解脱呢？就绝对不可能有的。所以我们这个皈依的分类方面呢，大家也应该清楚。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随皈依而这个行持。随皈依而行持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经常在有关论点当中所讲的皈依戒就是皈依的学处。这个皈依的学处呢，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在佛经当中就是按照不动大师的话，那大涅槃经当中是也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皈依了佛陀的话呢，那么这个人是真正的这个居士就真正的居士。从此以后呢，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就是皈依世间的这些就是天神或者是一些外道邪士这些都不能这个皈依的。让我们这个皈依法以后呢，从此以后不能故意损害任何众生就是不能这个损害任何众生。我们皈依僧众以后呢，从此以后不能交往这个外道徒就是外道徒。所以呢这是我们从皈依戒的角度来讲呢，应该不能这个，也就是不应做的三条就是不应做的3条。其他的有些教言书当中呢，也讲呢，就是我们皈依三宝以后呢，应该做的3条就是第1条呢，比如说皈依佛以后呢，一定要就是从此以后认认真真的修学这个佛法，恭敬这个佛陀恭敬佛陀。皈依法以后呢从此以后就认认真真的行持这个佛陀的所有的妙法，就是包括这个就是一言一字以上的这些这个教法和正法呢，就是都要这个恭敬。皈依僧众以后呢，对所有的出家人，对所有的这个圣者都要恭敬就哪怕是僧众的一些僧仪，就是一片这个黄色的僧仪呢也要就是恭敬顶戴，就是这是我们应做的3条应做的3条。还有一些其他的教言书里面呢，依靠这个上师的一些特殊的3条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戒条。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皈依以后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所有的这个皈依戒就如果你皈依戒的没有了解的话呢，那虽然已经说了这个3皈依戒，实际上呢，你没有这个说好真正的这个戒律，就这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这个戒条上呢，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大的方面来讲，有这么几条，就是这么几条，还有一些按照藏传佛教的。比如说阿底峡尊者按他的这个教言来讲的话呢，就是皈依戒应该有这个5条就是以前我们在3戒论当中呢也学过。第1条呢就是说这个皈依三宝以后遇到生命危险呢，也不能舍弃三宝。即使你获得了大的奖励的话呢，也不能这个舍弃三宝，就是这是第1条。那么第2条的话呢你遇到了再重要的这个事情呢，也不像其他的这个方法就其他的办法，就是这是第2条。就比如说我们皈依三宝以后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你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是遇到了再重大的事情的话，你不能这个舍弃三宝以外，就是做一些这个事情就是这是第2条。第3条的话呢那么就是讲恒实的就是供养这个三宝，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作为一个真正的皈依三宝的人来讲，应该就是时时刻刻的就是对这个供养，哪怕是什么一盏灯一根香等等来这个供养，就是这是第三条。
那么第4条呢，尽心尽力的让自己和他人呢，就是去除负门啊，就想尽一切办法。如果你有了一些能力啊、方便的时候呢，让别人就是好好的这个去除佛门，让他皈依宣讲三宝的功德啊，就这是第4条。第5条呢，无论是你到哪里去，就一定要这个皈依佛陀啊，就是顶礼佛陀啊，就不管是你到哪里去呢，你自己佛像也带着，然后你住的地方呢，就是佛像摆着，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呢，一定要这个向这个佛啊，就是向佛呢，就是礼拜啊，就向佛这个恭敬顶礼。这是阿底峡尊者呢也讲的这个5条戒律，我们这个在座的三宝弟子们呢，最基本的这个三宝的这个皈依三宝的戒律这个也必须要搞懂。我记得还有在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呢，就是也讲了，就是大概是这个8条吧，就是8条，就是也就是说第1条呢就我们这个皈依三宝以后呢，就是恒时的要依止这个上师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上师的话呢，以后很容易对这个三宝呢就不起信心就是或者切懈见有这种这个危险，就是所以要恒时依止上师。第2条呢要听闻这个正法就是始终都要听闻这个正法。如果你没有听闻正法的约束的话呢，我们的心就是很容易被外境这个诱惑，被外境诱惑。所以呢尽量的就是这个，当然我们有些修行好的人呢，就是分分秒秒都是这个珍惜时间，但这个实在没办法的话呢，时时刻刻能不能就是听说佛法？如果时时刻刻也不能的话呢，那么就是你的这个一天一日或者是一年一月在这样的时间当中不离这个正法，就是这是第3条。那么第4条的话呢，也就是第2条吧，就是第3条呢就如理作意就如理作意。什么是如理作意呢？在平时你作为一个三宝弟子的话呢，你的这个起心动念就是随时的是以真知真念来观察就尽量的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呢，就是摆正，就是用如理如法的方向呢，就进行这个就进行去入就是这是如理这个作意。然后第4条呢，就是如理的这个修法。作为一个三宝弟子呢，应该就是没有一点这个羞耻呢，很惭愧的就很惭愧。光是口头上说也不行的，光是在这个理解就光理解也不行的。所以每一个法呢，就首先这个闻思以后，自己相续当中也认认真真的去修持就是这是第4条。第5条呢，就讲的这个疏忽就是疏忽根门。疏忽根门呢，我们的这种这个五根就是经常散乱于外境。那么如果以自己的真念来没有摄持经常没有保护的话呢，很容易这个造恶业的所以呢，就是必须疏忽根门。这是第5条。第6条呢，应该讲这个悲悯有情悲悯有情。因为皈依大乘三宝的人呢，讲是对众生一定要生起悲心。如果对众生没有生起悲心的话呢，那么我们不算就是大乘弟子了就不算大乘弟子了。那么第7个吧，就是第7个的话呢，就是供养三宝就是这个恒常就是也刚才就是阿底峡尊者说这样的一样的，也是自己尽心尽量的供养这个三宝这是第7条然后第8条呢应该就说是受持这个戒律就是受持这个皈依戒也好。如果在家人的话呢，当然你这个让受持三皈五戒什么样的这个戒律呢，你要这个尽心尽力的就是守护如果你是出家人的话呢，按出家人的这个戒条就是进行这个素持就是素持清净的戒律。那么这是瑜伽师地论当中呢，就是宣讲的8条吧，就是8条这样一来，不管是你哪一个宗派或者是哪一个论点当中所讲的总而言之，我们自己是作为一个三宝弟子呢，最基本的这个戒律一定要去搞明白。如果你没有动到的话呢，口口声声说是什么我是三宝弟子，实际上呢
就根本不是三宝弟子，非常可怕。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这里呢，皈依三宝以后不能伤害众生啊，就故意的杀害众生的话呢，确实是破这个皈依这个法的这种戒律我看见有些居士有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那么一方面可能是不懂一方面呢可能对因果不太在乎就经常什么这个杀蚊子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蟑螂老鼠这方面经常用一些药那这样做的话呢，如果你故意这样伤害众生的生命呢，那你算不算是一个三宝弟子呢？绝对不能这个算的。为什么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以自己的鲜血，以自己的这种生命来经常这个就是布施给众生就让众生的这个生命呢，就是卖回来，就是当时他的这种所作所为是这样的。而我们作为这个佛陀的随顺者呢，我们看见众生的时候呢，就是拿着这个什么东西来啪啪，就是打蚊子，那算不算这个大和尚呢？肯定不算的。算不算一个大居士呢？肯定不算的。所以在简单的一些事业上面，有些是可能不懂的，有些呢可能是也有可能其他的秘，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树持这种三宝的戒律。那么在自己的上司面前树了这样的皈依戒以后呢，在这个一切事分当中，一定要依赖这个三宝，恭恭敬敬的应该心持供养就是心持供养对任何有情来讲呢，就是不能这个损害尤其是对世间的一些外道尤其对我们自身就是不利的。现在世界上就是对这个三宝有这个邪见的这种人相当多的。如果我们经常跟他们交往的话呢，终有一天我们自己的这种行为呢，就是全部被就别人已经这个覆盖应付就是有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注意的。如果在疏忽的过程当中破了三宝的戒呢，那么这个可以再次的疏忽就这是在上师面前也好，或者是三宝所依面前呢，你再次的这个疏持三宝的戒，这样以后清除自相续当中的罪，增上自己的这个功德有一定的必要。那么大概这个中医呢，就是应该介绍到这里。然后现在呢，我们讲那个如菩萨行论的这个论义就是皈依，也就是说，那么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乃至菩提果，皈依诸佛陀，也以真法宝，菩萨众生诸圣中。那么这个意思呢，刚才也给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所谓的大乘皈依呢，乃至菩提果，它的时间呢，就是并不是1年2年，也不是一辈子，乃至生生世世一直到菩提果之间呢，我们要这个皈依三宝。所以我们皈依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想就是心里面应该想，我现在到这个乃至佛之前呢，我要这个皈依三宝，就是应该这样想。那么皈依的是什么呢？就是皈依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一切功德圆满、端正圆满的端正圆满的如来真正觉佛陀就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等等在实践当中是已经端正究竟的功德圆满的这个佛陀，这就是我们就是皈依的对境然后呢又同时要皈依这个正法。就是真理正法呢，当然我们做前天所讲的一样的这个教法与这个正法，佛陀所宣说的这个法门呢，实际上是非常多的84000法门。但84000法门呢，按理来讲是以道谛和灭谛这个所设的这个正法就是道谛和灭谛所设的这种正法。同时呢，又要皈依就是大乘圣众就是按照这个宝行人的观点，具有8种功德，就是三宝的每一个呢都有这个八种功德。那么具有八种功德的大乘这个圣者，像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地藏王菩萨等等，就是八大菩萨为主的一些大乘圣众。还有呢，我们这个小乘的，就是比如说大圣众和小圣众。大圆满信心修习当中呢，所谓的这个凡夫僧众里面呢，有这个大乘僧众和凡夫僧众当中呢，有这个大僧众和小僧众。就是大僧众的话呢，那么就是4个比丘以上的，就是叫做是大僧众。小僧众的话呢，就是凡是数字戒律的，包括居士以上呢，也可以叫这个皈依就是皈依出的这个僧众。所以这样的僧众面前呢，我们要这个一心一意的
皈依。皈依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啊，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皈依的，并不是我自己害怕轮回的痛苦而皈依的。这个问题，也是相当的这个重要。所以大乘的皈依跟小乘的皈依呢，有非常大的差别啊，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所谓的大乘和小乘呢，以发菩提心来这个分的。那么大乘皈依和小乘皈依呢，也是有没有这个菩提心啊，就是有没有菩提心的这个道理来这个分的。具有菩提心的这种皈依呢，就是叫做是大乘皈依；具有这个没有菩提心的皈依呢，就是叫这个小乘皈依啊，就是小乘皈依。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可能很多人自己认为是自己是这个大乘佛教徒。如果是大乘佛教徒的话呢，你当初皈依的时候是怎么样想的啊？就是当初皈依的，现在你的这个相续当中的皈依戒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发心摄持的一条戒律啊？就这一点大家是不得不考虑的，应该就反反复复的观察自相续啊，观察自相续。当然，这个皈依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所谓的佛陀呢，就是当做自己的导师啊，就是当做自己的导师，因为他已经远离了这个轮回的痛苦，而获得了这个涅槃的这种快乐啊，就是所以我们呢一定要依止这个导师啊，就这是这个佛陀呢，就是作为导师而皈依，然后所谓的正法呢，就是作为正道而皈依。什么叫正道呢？比如说我要到某个地方的话，那我必须要依靠一个道路来进行这个行动啊，进行行动。所以我们这个要获得这个佛果的话呢，我必须要如来所宣说的这个正法要自己修持啊，就修持正法，这就是皈依。所以我们皈依佛呢，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含义？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啊。所谓的皈依的意思呢，就是投靠你，我跟你就依止你，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一个人呢，他是从哪一个部落当中参加这一个部落，那么参加这一个部落的话呢，他在这个部落的官员面前发心，我从此以后我的一切全部交给你，全部交付你，然后从此以后呢，不管是我这个一切呢，全部用你来支配，用你来安排，我内心当中也这样讲，课里面也这样说的话呢，那么从此以后这个人已经属于这个部落的人了。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所谓的皈依的话呢，我以前呢，就是没有这样的发过誓言，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佛陀面前发誓言，我从此以后就是你的这个眷属，这样的誓言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皈依的意思，皈依佛的意思应该这样。那么皈依法的意思是什么样呢？所谓的皈依法呢，就指的是我要这个乃至生生世世修持这个所谓的佛陀的这种甘露妙法啊，就是他皈依法呢，我要这个修持这个他的这个法呀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皈依僧众呢我要在这个修持正法或者是达到佛果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就是孤独一人呢，那就没办法这个进行的，应该依靠一些大乘小乘的这种僧众来帮助我。比如说我们要去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的话呢，没有一个伴侣呢，就是恐怕是不一定成功的。所以我依靠一个非常可靠的伴侣呢，才能有我这个就是去的一些结果。所以呢，我在这个乃至佛果之前，是我一定要依靠我的金刚什么这个道友啊，我的这种同行道友还有一些大乘小乘的这些僧众们呢，就是作为我的这个依护啊，就是依护啊，就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皈依僧众。就皈依僧众的意思呢，应该这样解。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想，皈依和不皈依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实际上，你自从皈依以后的这种功德呢，就是相当大的就是法王上师以前也是这样说过。有些人认为是皈依和不皈依，实际上是一样吧从功德上讲，从意识上讲，从自己心理约束上讲，完全是不相同的。你皈依以后念诵的这个咒语也好，行持的佛法呢，功德是相当大的，就是他的功德是这个与日俱增。如果你没有皈依呢，虽然你信持了这个佛法，但是呢，你的功德是并不是那么大的。因此呢，作为我们这个修行人来讲，是应该说是这个皈依的功德很大，就是一定要皈依就是有些人说我只要心地善良就可以，我不害三宝就可以，这就是皈依。没有什么就是真实的这些皈依的意识是多余的事这种想法是错的就这种想法
是没有这个智慧的一种这个没有智慧的这种人的说法，就这样不合理的。那么总而言之呢，以前我们上师也是再三的讲告大家呢，一定要了解所谓的皈依的意思，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遇到生命危险也是不舍弃善报就不舍弃善报这一点呢，就是在三宝面前发誓，在上师面前发誓，这种意识呢，就叫做是皈依。说我们皈依的时候呢，一定要这样讲：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呢，我遇到生命危险也是不舍弃善报。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呢，就是发这种誓言呐，就是当总统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对境面前就是进行发誓。我们也是在这个三宝面前就是有发的这样的坚定的誓言。如果有了这个誓言以后呢，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是有了这个皈依的阶梯，皈依的阶梯。所以我以前呢，也不知道你们这个在座的人呐，就是相续当中的皈依的阶梯呢，是这个实践的皈依阶呢，还是这个处世间的皈依阶？如果是处世间皈依阶的话呢，刚才无处菩萨所讲的一样，是这个小乘的皈依阶呢，还是大乘的皈依阶？这方面呢不太清楚。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自己的心一定要调整过来，一定要想，我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皈依佛陀的，并不是为了逃避一些世间的现实世间的灾难世间的痛苦所以我就皈依三宝，不应该这样。即使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是有的，有些人呢，因为他的这个感情方面也好，或者是生活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挫折就是一些折磨等等，就受到一些逼迫以后呢，就是实在没办法，就是在这个三宝面前就是暂时皈依的。但这种皈依呢，也是一种引入这个佛道的一种方便方法。那现在开始呢，你要当一个佛教徒呢，就是最好是当最好的佛教徒不要这个当一件形象上的这个佛教徒。所以我想在座的这个所有的人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一定要发这样的这种大乘皈依的心就是大乘皈依的心。我想以前如果你们没有受过这样皈依戒的话呢，我们这个今天也再次说一下，如果以前受过皈依戒，但是自己的心当时也可能没有特别的注意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不管是我们在座的道友也好，或者是这个网络面前、电视面前，就任何一个道友的话呢，我想是这个三宝的加持是一样的。我读一遍，就是你们大家呢就心里面就是观想就是乃至菩提国之间，一定要这个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要受这大乘的皈依，就是一边这样想，一边呢跟着我念乃至菩提国，皈依诸佛陀，也以正法宝，菩萨诸神众，乃至菩提国，皈依诸佛陀，也以正法宝，菩萨诸神众，乃至菩提国，皈依诸佛陀，也以正法宝，菩萨诸神众。好，这样以后呢，应该大家都熟知了这个大乘的这种皈依就是大乘的这个皈依。那么这个颂词里面的内容呢，刚才也给大家讲了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乃至这个获得复国之前，要皈依这种三宝就是皈依三宝。这样皈依三宝的功德呢，也是非常大的。当然，这个皈依呢，也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果皈依因皈依等等，有许多的分类。那么所谓的因皈依呢，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这种道理把佛陀就是当为道色，神众呢就是当为自己的这个伴侣，正法呢就是作为自己的这个什么去往的正道就是从这方面来皈依的话叫做是因皈依。所谓的果皈依呢，我要获得无上圆满的果位而精进修持佛法
啊，就这样的一种誓言呢，就是叫过皈依。所以，所谓的过皈依跟圆菩提心呢有相同的地方。我们所谓的圆菩提心也是我要想获得这个佛果。但是圆菩提心呢，很多大德都是这样说的，是从利益众生的侧面啊，就是从利益众生的繁体的角度来讲这个圆菩提心。过皈依呢，就是自己想获得这个佛果啊，自己获得佛果的，从这个层面呢，安理为是过皈依。所以，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皈依，从今天开始呢，已经成了大乘的这种新人啊，大乘的这个修行者，这样的利益和功德呢，的确是相当大的啊。那么我们有些人可能获得了什么大的这个奖励啊，就是大的什么这个金牌啊，就是这样就是自己高兴的不得了。实际上，我觉得是世间的任何一个国际奖呢，就是并不是就是特别高兴的事情呢。应该我们相续当中升起了大乘菩提心的这种皈依戒就具有大乘菩提心的皈依戒的话呢，那么这个是值得应该是非常欢喜的事情。以前你的相续当中如果没有升起这样的大乘菩提心的这种皈依戒的话呢，那么今天你真的让发了这个心了，真的你的心里面升起这样的心的话呢，那你应该值得高兴你回去以后呢，你应该吃的最好的饭然后你穿最漂亮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一生当中是非常难以得到的一个珍宝呢，就是已经得到了。那么这种这个东西的价值呢，就是乃至生生世世的是不耗尽的，就是用之不尽的。所以呢，我看我们世界上是哪一个奖品呢，就是有这样的价值，就是这一点大家有智慧的人是应该会理解的就是会考虑的。所以呢，这个皈依皈依大乘佛教的这种功德是相当大的。佛陀在《日藏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任何一个人呢，如果皈依这个佛陀，那么皈依佛陀以后，即使这个人已经犯了这个戒律，然后心呢就是散乱的话呢，那么就是也不会就是堕入恶趣的，一定会是获得解脱就获得解脱。在《日藏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佛陀在这个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呢，就是比如说那个《无垢清文经》当中呢，也已经讲了就是皈依呢，如果有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这个皈依的功德福德，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呢，那么整个虚空界呢，就是也没办法容了，以边面虚空已经超过了这个虚空。我们想一想，就是这个虚空界不能容纳的一个东西是，那这个东西是相当大的。佛陀呢，以这个一种假设句说明了我们这个真正是为了利益众生而皈依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包括这个佛陀和诸地菩萨，就是诸德地菩萨，他也是无法这个言说的。当然，这个是佛陀的金刚语，并不是我们凡夫人这个衡量或者是凡夫人所觉的这个语言。因此，大家应该首先对这个三宝有这个恭敬心。如果没有这个恭敬心的话呢，那就是不一定得到了这个三宝的加持就这个以前我们也是学过很多这方面的道理。因此在三宝面前有了恭敬心以后，始终都尽量的护持三宝的这几条戒律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这个重视。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现在很多人呢就特别重视这个皈依的这个皈依证就是皈依证呢就是特别的重视。但皈依证呢如果掉了也不要紧，皈依证掉了不是很重要的，再可以做一个，或者是再换一个也可以。但最好这个始终都是这个皈依戒就是你皈依以后是有多少戒条？我以前问过一些人你皈依了没有？我已经皈依了7年了。那皈依7年的话，那你现在这个皈依以后有什么戒律要守持有什么戒律是不是不吃肉有些人这样讲的，我们这个皈依戒当中也并没有说是这个不吃肉，所以这种说法呢，就是有点这个，因为你已经皈依7年，就是皈依7年以后，你应该最起码也是让这个学会7条可以，就是如果最后一条就是刚才那个无著菩萨的最后一条不懂也可以，1年当中学1条也可以，但有时候呢，我们这个皈依的时间长了，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这方面大家应该值得考虑。
这是我们讲的是第3个问题，就是皈依制啊，就是皈依制已经讲完了。然后下面就是讲的是这个忏悔制。忏悔制呢，按照无著菩萨三所海当中呢，也是分这个中义和论义，就是分2个方面来讲的。那么中义呢，分那个缩尽罪业制6门和还有呢，就是冷尽罪业制，这个4种对治。然后有讲了这个经法的假性、真性、核心，就是分3个方面来讲的。首先是第一个缩尽罪业的6种门。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我们所亲近的这个罪业呢，实际上是有通过这个6种这个途径呢，就是通过这个6种，第一个呢，就是有这个世间门，就是世间门的意思呢，我们这个罪业呢，从无始以来到现在而造的这个罪业，就是这是从时间上来讲是非常漫长的一种这个罪业，或者有些罪业的话呢，就是斩断的时间当中，就比如说我昨天造的，我今天造的，我刚才造的。这样的这种恶业，就是这种呢，实际上是比较短暂的一种这个罪业，就是这是第一个就是世间门的这个罪业。第二个呢，就是因缘门。就依靠这个贪心啊、嗔心啊、痴心啊、傲慢啊等等，就是5度3度的这种因而这个发出来造出的罪业。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是依靠这个因而发的这种罪业还有呢，就是依靠3门，就是依靠身体、依靠语言、依靠自己的这个心而发出来的罪业呢，就是叫做是这个3门的这个罪业。然后有这个假性这个门的罪业，假性门的罪业呢，实际上是自己所造的罪业，就是你在这个行为上，比如说你这个杀生的话，那用蜡纸刀子来就是杀，或者是你让别人就是杀生了，就是这是从他的行为上、假性上的一种罪业，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假性门的罪业。还有对境方面的罪业就是第5个是对境方面的。对境方面呢，就是依靠这个非常严厉的这个父母金刚上师的对境而造的罪业也有，依靠这个非常可怜的这个六道轮回的众生的这个众生而造的这个罪业也是有，这是这个对境而造的也。还有这个第6个是心想，就是心想呢，就是指的是什么这个自性罪的心想或者是佛指罪的心想，因为我们这个罪业呢，就是可以包括在佛指和自性罪2种总共有这样6种这个分类就是6种分类，这是我们所要亲近的罪业。居士论第4品当中呢，就是也讲了很多业力的这种差别那么我们所尽的这个业力呢，可以包括在这6种门当中就是这个必须要记住。然后冷静的对治理呢，就是分4个方面来，就是宣讲，就是第一个就是叫做是这个延缓对治理。什么叫做延缓对治理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自己以前犯过的这种罪业呢，就是发现以后就觉得是非常的这个惭愧就是后悔的不得了，就是后悔的不得了。就像我们一个人呢，就是吃了毒药以后痛的，就是很痛的很厉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自己特别后悔我刚才不应该吃这个东西这样的一种这个后悔之心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延缓对治理。那么所谓的这个所以对治理所谓的所以对治理呢也就是说是依靠一种方便方法来摆脱这样的这个罪业，比如说依靠这个医生呢，就是依靠这个医生，或者是药物，也可以说依靠这个医生呢，就是摆出自己的刚才这个服毒药的这种这个痛苦就是同样的依靠这个菩提心依靠金刚萨埵依靠一些这个上师依靠佛想来这个进行这个忏悔，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既然就是病得那么严重的话，我必须要依靠一个医生。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忏悔，叫做是什么？就是所以对治理。然后第3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现行对治理。所谓的现行对治理呢，就是我们要信持善法。就信持善法。刚才你吃了毒药以后的话呢，你现在必须排除毒药，排除毒以后你要服这个妙药，服妙药呢就是才能治这个病。就是这个实际上真正要信持善法，你念金刚萨埵心咒也好，或者是你修菩提心也好，你真正是光依靠不行，还是要实际行动当中去运用，就是这真理叫做是现行对治理。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恢复对治理，也叫做是反悔对治理。反悔对治理呢，就自己
以相续当中已经服了毒药以后，从此以后发愿就是再也不应用这种毒药啊，就是再也不应用毒药。所以你造了这样的罪业以后呢，遇到生命危险也是以后不会造这样的罪业，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反悔对治你。那么这4种对治你如果具足的话呢，不管是什么罪业啊，就是必定会是得以清净的。所以呢，我们作为有些业力深重的人呢，他自己认为是我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啊，现在都是没有解脱的希望，看看怎么办呢？就是经常特别害怕。实际上呢，你如果真正对佛法有信心对这个佛的教言有信心的话，也不一定那么这个上心就你依靠4种对治你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不清净的东西，就是一定会是这个清净的。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所谓的这4种对治你呢，是不是是藏传佛教独一无二的一种观点呢？就是在别的一些教派当中，这样修4种对治你是有没有啊？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在自己的一些忏悔的一些文章当中呢，就是没有看见过，会有可能这样的疑问。但实际上呢，就是4种对治你是这个数目是确定的，也不用再多了，也不能少了就不能少了。而且呢，是佛陀在这个佛经当中就是这个玄说四法经当中呢，就是亲自就是告诉我们的。就佛陀当时呢，就是也告诉说，就是告诉这个弥勒菩萨，就是说，任何一个菩萨如果具足4种法的话呢，再能清净一切就是所积累的这种罪业。那么4种法是哪4种法呢？就是宣讲了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就是延缓对治你，然后依止菩提心就是在这个四法经当中的依止菩提心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所以对治你，然后这个先行对治你，先行对治你就是然后反悔对治你就是这样的这个4种对治你。所以我们看了这个佛经以后呢，大家都知道所谓的这4种对治你的修法，金刚萨埵的这些修法呢，并不是藏传佛教唯一的一种修法。所以我希望呢，不管是你是学什么汉传佛教、学南传佛教，任何一个众生自相续当中的罪业都是坏的，都不好的，都是黑色的都是黑色的。所以为了遣除这样的这个罪必须要依靠这个最殊胜的法门就修金刚萨埵和修4种对治你呢，有什么这个教派之分有些人是这样的，我不念金刚萨埵，我念自己的这种什么这个忏悔文就可以我不修什么4种对治你。我都以前亲自遇到过一些教派的这种分歧特别观念特别出众的有些人就遇到过，就是遇到以后呢，一方面也感觉是他们很可怜的，佛陀在佛经当中亲自宣说呢这么殊胜的方便方法呢，你为什么不用你往往都是觉得是凡是有一些教理的东西呢，全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我不能接受。实际上不管是哪一个甘露就是从东方来的也好，西方来的也好，只要你能治你的病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的了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一个人呢，就是病得特别的严重，但是这是我自己的这种什么这个自己医院里面所造的这个药呢，我运用别的医院当中我不接受的话，可能这是一种愚痴之语我们看见很多众生是对佛法的教理也不懂，相续当中的罪业呢也是特别的慎重，但是不愿意接受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殊胜的对治方法，这一点也是可能众生的业力所致。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刚才前面就是讲的这个冷静的这个对治你，然后这个经法的这个教言方面呢，就是由前行、正行、后行3个方面来讲的。我们在这个忏悔的过程当中，首先前行呢，一定要这个发菩提心，就是说我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今天要忏悔。然后他的正行呢，依靠4种对治你，念诵这个35部忏悔文或者是有关的一些金刚萨埵、百字明等等。然后同时也要观想这个金刚萨埵的威力呢，自相续当中的罪业全部得以清净。最后的时候呢也应该像就是这个皈依经或者忏悔对经的金刚萨埵发光然后融入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相续当中的所有的罪业全部就是得以这个清净。最后呢在自己修法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切善根回向于众生就是这是实际上是很多噶当派这个噶举派的一些这个殊胜上师们的这个教言就是这是忏悔呢，就是从重要的一些中纲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介绍到这里。下面就是这个论义呢
就是如菩萨行人这个论义的忏悔文呢，就是分也是4个方面，就是4种对治力。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延缓对治力，分中所忏悔的方式和然后殊胜对境而忏悔特殊的罪业，就分2个方面来进行宣讲。首先是第一个总的来宣说这个忏悔的方式。那么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我也释放佛，积聚菩提心，大悲诸圣众，合掌入世白。无是轮回气，此时活他身，无知犯诸罪，或劝他作恶，或以持所欠，随喜必所为，见此罪过矣，对佛称忏悔。也就是讲了这么多的这个教言。那么意思，首先第一个颂词呢，要明观这个忏悔的对境。明观忏悔的对境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所有的释放事件当中注视的这个未来、过去、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包括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等等，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佛陀，以及在他们的相续当中，让度化无量众生的这个大悲菩提心的一切这个圣众就是八大菩萨为主的所有的这些大乘这个圣众，还有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传承上师以及这个护法神所有的这些圣尊呢，就是全部在自己前面观想就如果你观想的能力好的话，观想的清清楚楚；如果观想的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总的来观想我的前面已经有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那么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呢，我们要忏悔。忏悔的时候什么样呢？一定要以自己的山门、身体、语言、心灵全部都要这个恭敬心要恭敬心的话呢，你用那个身体呢，就是以恭敬心，就是五体投地，在这个跪在三宝面前，然后开始这个合掌就合掌还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忏悔的时候呢，诸佛菩萨并不是需要你合掌的话，他特别高兴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自己来讲，如果你真的发露忏悔的时候呢，你从内心当中有一种愧疚，有一种这个非常这个惭愧之心。有了惭愧之心的话呢，在这样的殊胜对境显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是对他这个恭敬的。我们有些人这个忏悔的时候呢，好像那个恭敬心有点不够就是有些道友或者有些上师面前忏悔的时候，那我忏悔吧。那我忏悔，我们把这舌头红。实际上，这种行为呢，一看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有一种这个发自内心的这种惭愧之心就没有，就是只不过是就表示一下而已。但一看的看见有些人的忏悔呢，不如不忏悔好一点。一忏悔就好像他的态度就完全不是以这个恭敬性的这种态度就是特别不高兴的一种态度了。这个互相忏悔呢，就是这不算是真正的忏悔。所以我们要真正忏悔的时候呢，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就是非常恭敬的这种心态，非常恭敬的这种神态，非常恭敬的语言来这个称拜就这一点就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所称拜的这个事实是什么呢？从无始以来到这个现在，因为我们轮回呢应该承认是无始，如果不承认无始呢，如果有开端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开端呢，就是成了无因的过失就是不动大师都是这样讲的。所以从无始以来的这个轮回当中呢，包括我们这个精神也好，或者是我的这个潜意识，在这个前世的前世当来自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自己已经在这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以无名愚痴，或者说是以自己特别放逸，或者说自己的烦恼非常深重，而造了这个无数的恶业。比如说我们这个造了一些这个杀生说妄语屠刀等等，就是十种这个自性罪也造过，再加上是你这个入了这个佛门以后呢，就是小乘的别解脱戒大乘的菩萨戒密乘的金刚沙弥耶戒等等，就烦恼就是无数的这个罪业。有些我想得起来，有些可能想不起来。不管怎么样呢，自己这个所犯下的一切罪业呢，我一定要向忏悔，就是应该这样这个想。然后呢，自己虽然没有亲自造，但是自己呢作为这个当这个类目的人，就是开始就是智慧别人，就是造这个恶业你就是杀生你屠刀你这个做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这个罪过是一样的就是以前在文革期间呢，上师疏一宝也是这样讲，
有些这个比较愚笨的、比较虔诚的这个佛教徒的话呢，他自己害怕这个杀生，就是所以呢，我不能杀生，我是这个佛教徒啊，我是这个出家人呐、你帮我杀这一头牦牛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过失更大了。为什么更大呢？如果你亲自杀的话呢，就是你杀了一个牦牛，就是你会堕入恶趣的。除了这个以外，别人没有关系的。你如果让别人杀了牦牛的话呢，你也堕，他也堕，这样的话，那这个过失就更大了。就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居士也是这样的，我不能偏杀，就是你可不可以到菜市场去给我买一个新鲜的鱼？那我们好好的吃一顿啊。有些人这个佛教徒啊，就是他自己的不能杀，就是让别人杀，让别人这个做坏事，那实际上呢，意思是一样的，在毗拉耶经当中是有极个别的一些罪业呢。就是劝别人造的话呢，就是不是同等的比如说让别人这个做不尽心的话呢，就是这个本来自己呢就是不犯这个根本戒，就是比如说我叫别人呢就是做不尽心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不犯根本戒，但是我叫别人呢就是杀人啊，或者是做什么这个恶业的话呢，实际上我也犯根本戒，除了极个别的一些做不尽心等等，就是极少数的以外呢，劝别人做恶业呢，实际上是同样的。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很多人认为只要自己没有杀生，自己没有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并不是这样。我们学过俱舍论的时候呢，也是已经就讲过很多这方面的道理。还有在这里，自己因为这个无名愚痴所牵愚痴所牵，然后随喜别人造这样的恶业，实际上呢，这个罪业呢也是相当大的就我看别人呢，就是在战场过程当中呢，就是杀了很多人的话，我就欢喜的不得了据说以前那个什么就是恐怖分子炸美国那个什么大厦的时候呢就是有好多这个有些年轻人呢，就是特别高兴今天特别好就该这样。如果这里面真的有一些佛教徒的话呢，就是他们肯定犯了很多的这个杀人罪。为什么呢？当时在哪里呢？也死了很多的人。你如果特别心里的高兴该杀了，该死了，该这样活该这样一说的话呢，那就是实际上自相续当中真的会这个犯这个什么杀生罪业的就是戒就是犯戒所以平时我们以后呢，如果关系不太好的别人就是遭殃别人这个受到一些违愿的时候呢，不能就是碎洗如果你一碎洗的话，实际上你自己造的这个业呢，就是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碎洗方面呢，不管你对三法方面的碎洗，还是对这个罪业方面的碎洗呢，都得的这个同等的果报，就这一点是佛经当中也有记载的。所以呢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是自己造的，让别人造的碎洗的这些罪业呢，肯定多的。我们作为凡夫人，有时候凡夫人的心态是特别就是不好的，就是所以肯定有。那么这次呢，通过这个上师的开导通过大乘佛教的这种伦理我就完全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我就心里面就是非常的后悔在这个诸佛菩萨面前，我并不是口头上就是说这个漂亮话，就是我是诚心诚意发自内心的忏悔这一点很重要。前一段时间大家金刚萨埵念诵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可能修行比较好的好多人呢，就是也会这样观想的。我们在座的人呢，现在也是这样观想，因为我们什么时候死呢，就是大家都是没办法肯定的。在临死之前的话，最好是自己无始以来到现在所造的这些罪业，在诸佛菩萨面前好好的这个忏悔，好好的忏悔完了以后死了，也是自己也就放心了。如果你没有来得及忏悔之前死的话呢，这个罪业一定会是跟着你，就一定对你的这个成就呢有障碍的就有障碍的。不要说是我们就是一些大圣者的这种塑造的业呢，就是也以后会这个感受果报的。这一点我们以前也是学过这方面的经论。所以大家这个忏悔很重要，皈依很重要，供养很重要然后定力很重要。
这些每一个道理呢，对我们在自相续当中，像这个获得菩提心的人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啊，就不可缺少的。所以今天呢，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我们应该就诚心的自己这个忏悔啊，就是早上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早上每天这个修的菩提心的内容呢，我也并没有就是特别的讲，但实际上不用讲吧，每天所讲的这种内容呢，你就再三的思维的话，实际上这就是这个所谓的修行啊。你观想诸佛菩萨在你的面前，我从无始以来的能想得起的、想不起的，凡是有弥天大罪，肯定有许许多多的这种罪业啊。我是个大罪人、大犯人，我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忏悔，从此以后尽心尽力的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一边这样忏悔，一边这样念金刚萨埵心咒啊，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这个修行呢，也应该是很圆满的啊，就很圆满的。所以大家呢，每一个人希望自相续当中是升起这个菩提心，但是我们的这个相续是如果特别脏的话呢，那这个菩提心呢不一定在这个智力驻留，所以自己忏悔是相当重要的。自己一点这个罪业都没有的话呢，我想是谁也可能不可能的，就是除非有些菩萨就是来到人间现凡夫相的时候呢，那就不好说了，就是也许我们这里呢。也许不用说吧，肯定有很多的这个菩萨，很多菩萨下面呢可能会笑我，就是为什么呢？我的相续都是那么这个清净的，就是怎么会还给我就是说这些话？就是有些菩萨可能会笑的，但是也不要讲菩萨这个看着这个凡夫笑呢，就是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但一般菩萨来讲也是不应该就是讥笑这个凡夫人，只是这也是对菩萨来说是不太庄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好好的忏悔很重要。好，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吧。ahu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u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u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